的奶奶是意大利跑，我的老妈是如意金箍棒。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人成年后都可以觉醒各种气灵形态，小到一把剪刀，大到一柄开天斧，而男性则会觉醒成为灵气师，二者相互契约，一同抵御强大的虫族。而作为一个穿越者，当我看到那些被嫌弃的女子居然觉醒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上古神兵，比如神龙顶昆仑镜女娲时，都被视为毫无攻击力的天赋。对此我只想说，老子全部都要。此时操场上一柄气势惊人的斩马刀恢复成一个模样不错的单马尾女孩，她一脸兴奋地朝着闺蜜挥了挥手走下觉醒台。今天正是1年1度的觉醒大会，下一个肖妹，一个长相甜美打扮清纯的女生走了上去，将手放在觉醒石上，下一秒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将整个天空照亮。站在觉醒台上的肖妹原本的人类形态开始光影模糊起来，随之幻化成一杆银白色的长枪，伴随着淡淡的压迫力，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之感。负责觉醒登记的老师直接激动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是 S 级的气灵，肖妹 S 级气灵碧血洗银枪，特性仙灵之气永不磨损。这个时候台下的师生们也都沸腾了，青藤学院多少年都没有出过 S 级气灵了，没想到今天竟然出现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刚觉醒了一个 S 级灵气天赋的灵气师，他们俩凑一对岂不无敌了。听说肖妹已经有男朋友了，本来我还不觉得有什么，毕竟觉醒 S 级气势的又不是自己，但我忽然发现周围同班的不少同学都转过头来，用异样的眼神看向自己，连台上恢复人形态的肖妹也是一样。忽然肖妹抬步向着这里走来，韩战我们分手吧。肖妹居高临下的走到我面前，淡然开口，你应该也看到了，我觉醒了 S 级气灵，从此之后我们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配不上我，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卧槽，这女人看似清纯，实则是个心机婊，故意当众和我提出分手，为的就是不被未来的灵气师另一半误。穿越而来的我才不惯着她，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打算离开蓝星去外太空生存了？看给你飘的，看我给你觉醒 S 级以上的灵气天赋。肖妹和周围同学闻言都鄙夷的大笑起来。就在这时，觉醒台上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下一个寒战，我不再跟这些人多费口舌，快步走了上去。作为穿越者，我也很期待自己究竟能够觉醒什么样的灵气天赋，于是将手放在了觉醒石上，一瞬间觉醒石上出现轻微移动，可是却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肖妹松了一口气，继而心中冷笑道，果然是废物，幸好提前和你分了手。一些看乐子的人也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哈哈，这种废物不分手难道还留着过年吗？负责觉醒的老师皱着眉头，颇为失望地看了我一眼。就在他打算宣布觉醒结果的时候，突然一道金色光芒从觉醒石中凝聚出，金光冲天而起，万里无云的天空同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金色漩涡，在青藤学院上空缓慢转动，如此动静让所有人都瞬间失声。这时青藤学院的院长微微颤抖着手看向外边的操场， SS 级。还是没等他想明白，金色漩涡忽然倒卷倾泻而下，觉醒石上我的灵气天赋也随之显现，寒战 SSS 级灵气天赋神性复苏。看着觉醒石上的字，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窒息，那可是 SSS 级灵气天赋，和他相比 S 级就是个弟弟。青藤学院的校长陈光普已经连滚带爬的从校长办公室跑出来，往操场跑去，比他反应更快也更疯狂了。那些之前还在同仇敌忾要孤立我的女生们，她们将整个觉醒台围堵得水泄不通。哥哥选我吧， B 级气灵伏天刀握把舒适尺寸刚好。寒战哥哥看看这里， B 级气灵圆月双环，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小妹懂事早会的招式多。肖妹看着这一幕也傻眼了，真的给她觉醒了一个 SSS 级灵气天赋，打脸来得太快，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疯狂的女同学挤了出去。那可是 SSS 级，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只要能和寒战契约，那就是直接起飞。肖妹看着这些摆着妖艳动作的女生，冷酷一声，属于 S 级气灵的气势爆发出来，就凭这些人也配跟自己比？肖妹再次露出自信的微笑。寒战，我承认刚才是我说话大声了一点，我们和好吧？整个青藤学院只有我这个 S770才能配得上我，允许你从今天开始牵我的手。我听到肖妹的话，嘴角抽搐了一下。恋爱3年允许牵手，还要自己感恩戴德，真当自己是沸羊羊了？我没有理肖妹，而是看向自己刚觉醒的天赋神性复苏，能够洞悉一切气灵信息，能够使具有神性的气灵快速恢复原初形态。每多契约一件神兵气灵，自身属性和气灵属性翻倍，并且可契约的气灵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卧槽，这灵气天赋有点东西。随后我抬起头，随便看向觉醒台下的某个女生，果然下一秒有关她气灵的所有信息直接都出现在自己眼中。王春花 C 级气灵幻化形态血滴子，特性迅捷神性无。我又看了几个，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气灵的信息里面神性都是无 DNS 级的。肖妹也是一样。肖妹见我看向自己不说话，她轻咬着嘴唇，像是下定了某种艰难决心一样，再次开口。寒战，我之前虽然说过结婚前不准碰，但是现在我可以接受甚至越界的行为。周围的女同学在听到肖妹的话以后，白眼都快要翻上天了。刚才二话不说就甩了寒战胳膊，现在还回来跪舔，脸皮是真的厚。要不是咱们青藤学院的下大校花只觉醒了一个1级伏羲琴，哪里还有你什么事？等等什么琴？忽然听到这话，我整个人来了精神，然后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向不远。只见一个非常漂亮有气质的女生正安静地坐在那，没有人靠近。男生嫌弃女生孤立，这就是现实。一个1级气灵，还是最废物的非战斗气灵，谁会瞎了眼来和他完成契约？回家绝对会被腿打烂，哪怕是校花也不例外。当我的目光停在夏幽微身上时，有关她的信息也显现出来。夏幽微1级气灵，幻化形态伏羲琴，特性无，神性未觉醒，具体位置伏羲琴。这可是伏羲琴啊，上古10大神器之一的伏羲琴，竟然在这个世界只是1级气灵，还有没有天理了？于是我当即迈开步子走下觉醒台。看到这一幕，所有女同学的心都紧张地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我看都没看
看径直向前走去。萧妹看着我走来，心里面不禁得意冷笑起来。我才刚说可以有越界行为，你就忍不住。等我们完成契约，到时候你还不是逃不出我手掌心，任我拿捏。就在这时，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这位同学，麻烦让一让，你挡着我道啊。”萧妹以为自己听错了，还没等他开口，我已经从他身边掠过，直接无视了他这个人。紧接着，我走到了坐在那里的夏幽微跟前。夏幽微同学，你愿意跟我完成契约，成为我的专属器灵吗？夏幽微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震惊的样子像极了受惊的小鹿，十分可爱。比夏幽微还要震惊的是全校其他所有的师生，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拥有 SSS 级天赋的我，竟然最后会选择一个只有1级器灵，甚至连幻化形态都只是一个破情的夏幽微。萧妹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他选择一个1级器灵，我可是 S 级。我理都没理身后的萧妹，目光盯着夏幽微，在等他的决定。夏幽微张了张嘴，还没等他开口，忽然一道意外的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不行，我不同意！”人群纷纷让开一条道来。作为青藤学院的校长，陈光谱是一路小跑着过来，他擦了擦头上跑出的汗，对我开口道：“年轻人，契约器灵这件事情不能这样草率，你可是觉醒了 SSS 级器灵天赋，是大夏的未来，战胜虫族，收复失地，这是你的使命。”韩战同学陈校长说的对，你能在我觉醒1级器灵以后还找我契约，我很感动，但是你不能和我契约那样，只会害了你。夏幽微说着，头慢慢低了下来，不让人看到他眼中的难过和失落。我刚想要解释什么，忽然又一道冷哼声响起，只见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正在几人的拥簇下走进操场。干爹！场中的萧妹惊喜地喊了一声：“你怎么来了？”青藤学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身为深蓝市的护城者，怎么可能不过来？另外，我好像听说有人仗着自己的觉醒天赋不错，在欺负我的宝贝干女，有没有这回事？赵副队没有这样的事情。陈光谱笑着站出来打圆场，同时用眼神暗示站在一旁的我赶紧说话表态。来人可是深蓝市的护城者副队长赵虎，而我却依旧保持沉默。这个态度让赵虎不爽地皱了皱眉。年轻人，你不会以为自己觉醒了一个 SSS 级天赋，真的一飞冲天了吧？只要我想，你信不信，整个深蓝市都不会有器灵跟你签订契约。到那个时候，一个契约不到器灵的灵气师，就算你是 SSS 级天赋又如何？就是还不赶紧过来道歉，然后跟我签订契约，否则我干爹直接封杀了你。萧妹也紧随其后帮腔道。看着他们父女俩一唱一和的丑恶嘴脸，我心中厌恶更甚。但不好意思，本人130斤的体重，有310斤反骨，主打就是一个叛逆。我仍是盯着萧妹说出了3个字：你也配？萧妹气急败坏，赵虎怒目圆睁，更是直接一挥手，就要让手下上来教训我。陈光谱整个人上前一步挡在了我身前。赵副队冷静一下，他可是 SSS 级天赋，我已经向上备案过了。陈光谱意有所指的提醒他，你在威胁我。赵虎用吃人的眼神盯着陈光谱，好，我可以答应不动他，但是他必须和这个1级器灵签订契约，其他任何器灵都不行。一个 SSS 级灵气师只契约一个1级，那跟废了有什么区别？我赵虎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这些天才踩在脚下。我学着赵虎冷笑一声，好啊，我就契约夏幽微了。今天无论谁来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决定。我斩钉截铁的声音让校花夏幽微低着的头猛地抬起，眼神复杂的盯着我。赵虎怒极反笑，明天就是灵气师考核，如果我没记错，考核不达标的灵气师和器灵应该将被强制流放到下城区。陈院长，明天我会亲自带人来看，希望你到时候还能护得住他。丢下这句话以后，赵虎就带着面有不甘的萧妹离开。陈光谱最终也是深深叹了口气，摇头离开。夏幽微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手就被另一只温暖的手握住。走吧，夏大校花，我们去签订契约。夏幽微闻言眼眶瞬间湿润，仿佛这几天受到的所有委屈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蓝湛，对不起。而我微微一笑，不用对不起，你值得拥有。灵气师和器灵签订契约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青藤学院里面有专门的契约室，提供给有需求的灵气师与器灵。契约室的空间很小，我和夏幽微挤进去以后，就一下子变得更拥挤起来。顿时我就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夏幽微前方十足的压迫和少女独有的体香。夏幽微的脸瞬间绯红，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咳嗽2声缓解尴尬的气氛。开始吧，我低斥了一声，命心静气，然后开始按照记忆中灵气师的契约之法，一道淡淡的金色契约法阵出现在2人脚下，然后有金色锁链凝聚成型，它们相互交织着，将我和夏幽微2个人牢牢缠锁在一起，神魂相连，让我们的心意相通。夏幽微瞬间有了一种全身都被看光的惊慌感，惊愕之余让他下意识用手捂住，但下一秒，一道若有似乎的琴声仿佛从9天之上响起，传入耳中。夏幽微不受控制的幻化作器灵，那是一把古琴，它通体粉色，琴身上纹路清晰而特异，充满了圣洁的味道。随着我注视，玉酒柔和的白色光芒泛起，渺渺琴音若即若离，无人拨动的琴弦也散发出琴音，似在和我的神招共鸣。上古神兵伏羲，这一刻在我的神召唤醒下，伏羲琴终于完成神性复苏，彻底觉醒。在我的眼中，属于夏幽微的信息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夏幽微 SSS 级器灵，幻化形态上古神兵伏羲琴，我和夏幽微已经完成契约，作为灵气师和器灵，一瞬间，在我们脑中都多出许多信息，而我也真正明白了伏羲琴的强大之处。作为10大上古神兵之一的伏羲琴，用它来弹奏不同琴曲，都会获得各种强大效果。在我脑中浮现出我现阶段可以弹奏的3首琴曲，分别是主杀伐的破阵曲、主恢复的清心散和主辅助的龙翔操。有了这3首琴曲，我有绝对的信心，明天的灵气师考核一定能够震惊众人。夏幽微也从伏羲琴的状态恢复过来，他双手捧着心口，仍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不相信原本只有1级的器灵，眨眼间就变成了 SSS 级，而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就是眼前的韩战。谢谢你，韩战。我听到声音，只觉得自己的脸颊好像被什么温热蜻蜓点水般碰撞，然后就看到夏幽微头也不回地朝着契约室外飞奔出去。第2天灵气师考核，首先考核的是战斗技巧。只见绿帽 S 级天赋的灵气师
也是萧妹的现在的契约者。他和萧妹并肩而立，看着我和夏幽微走进来，满脸的不屑。寒战契约了1级气灵的废物，让你看看双 S 契约后的强大力量。随着考核场的门闸打开，一头小牛犊大小的虫子被放了进来。黑毛虫一阶一虫以蛮力著称，智力低下却皮糙肉厚，对于刚觉醒的一阶灵气师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王日茂低咳一声，一道翠绿色光芒从他体内绽放，逐渐汇聚于头顶，形成诸路 S 级天赋，譬如朝露，施展者大幅提升气灵和自身的属性值。萧妹同时幻化强枪形态，在譬如朝露的加持下，枪身仙气萦绕，颇为不凡。面对迎面冲来的黑毛虫，王绿茂双手持碧血洗银枪猛地前戳，一举将其一枪贯穿。看到这一幕，围观群众传来阵阵惊呼：这就是 S 级天赋的灵气师吗？也太强了吧！寒战那个契约了1级气灵的废物，我现在就只想看他脸上的表情。而面对众人的质疑和嘲讽，我牵着夏幽微不急不慢地走上考核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直接要求提高考核难度，我要打10个，挑战10只黑毛虫。而随着门闸打开，10只黑毛虫出现，我身旁的夏幽微瞬间幻化作战。此刻的伏羲抚琴形态，我将它横抱在身前，无风自动，颇有几分仙人风姿。只是将右手轻放在伏羲琴上，扣动琴弦，震颤的琴弦中伴随着猎魔之力，一道肉眼可见的庞大气刃，眨眼间便在我身前凝聚，气刃瞬间成型。随着我挥手抚弦的动作，滴水平推出去，势如破竹。黑毛虫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气刃贯穿而过，10颗头颅落地的声音响起，10只黑毛虫瞬间毙命。顿时原本喧闹的考核场鸦雀无声。那真的只是1级气灵，那其他人算什么？连废物都不如。这一刻，无论是现场还是看着转播的所有人都震惊了。沉默中，他们都听到了我那平静如水却无比装逼的声音。一曲轻松破阵。总指挥室内魏庆看到这一幕，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子我当年打着黑毛虫至少还花了30秒，这小子竟然只用了1秒。这个人我们第一区要定了。其他区的负责人也纷纷站起身开始抢人。校长陈光普是开心意外加惊喜，他原本以为我已经废了，没想到不仅没废，而且还那么牛逼。萧妹的干爹赵虎脸色就要难看许多，像吃了一整个大便，可是他不能也不敢发作，只能硬生生憋着。画面里考核还在继续，王绿茂手握萧妹化身的碧血洗银枪，意气风发地刷着一只怪，而我再次提高考核难度，20只一阶黑毛虫，20只黑毛虫一起出现在战斗空间时，整个空间都拥挤了许多，每一只黑毛虫都堪比小牛犊，20只黑压压一片，看上去颇为壮观，观众也都已经看呆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还从来没看过有哪个一阶灵气师一次性挑战20只黑毛虫呢？画面中我稳如老狗，轻抚琴一气呵成，还是秒杀，来再多这种都没有用，加大难度吧。忽然场中的我开口，我去太狂了呀，官方没个说法了吗？任由他装。总指挥室内坐在最前面的老者突然畅快地大笑了2声，有意思，他说的确实不错，这样的考核毫无意义。魏庆挑了挑眉说道，黑毛虫靠的就是皮糙肉厚和数量取胜，在面对寒战时根本毫无办法，启用当年我们战斗考核时的最高标准。老者抚恤默许的点点头。当公布战斗考核内容时，观众们都不禁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真的是考核，确定不是把人往死里整。2阶巨甲蜥10只，2阶雷鹰鸟10只，2阶巨甲蜥堪比黑毛虫的 Pro Max 版本，巨幅提高了力量和防御，每一头都堪比重型坦克。2阶雷鹰鸟是异化过后的鸟类，它能够从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同时有雷电激射而出，这样坦克加刺客的组合，不要说是1阶灵气师，就是2阶的来也要头痛不已。而面对这样的恐怖阵容，我坦然接下了挑战，因为对于我而言，战斗考核本身已经没有意义，我更多想要做的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挑战夏幽微伏羲琴的极限在哪里，然后用结果狠狠去打那些人的脸，告诉他们夏幽微才不是废物，狂妄自大。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声音在围观群众中响起，退出考核的王绿茂和萧妹都还没有离开，看到我大展神威，比自己过了考核还难受。王绿茂的话刚说完，周围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王绿茂梗着脖子，仍然十分嘴硬道：看我做什么？他寒战要是能过这难度，我倒立吃翔。战斗空间内，20头巨甲蜥一字排开，如同一堵压迫感十足的厚重城墙缓缓迫近。另外20只雷鹰鸟高高跃起，四散飞出，各自寻找适合出手的攻击位置。我单手抱起伏羲琴，对准了战场中央，又是一道琴声响起，月牙状的劲刃再次挥出，照着巨甲蜥斩去。琴音气刃撞在一层厚厚的鳞甲上，冲击力直接将巨甲蜥击退了半米。但是巨甲蜥的身上除了一道深深白痕之外，再没有任何的伤口，挡下来了。不知为何，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实在是看黑芒虫被秒杀的多了，真怕如果连巨甲蜥都挡不住这琴音气刃的伤害，到时候要如何收场？看到巨甲蜥挡下伤害，寒战的眼神也是微凝。就在这时，伺机而动的雷鹰鸟出手了，尖锐的叫声在四周响起，一道道蔚蓝色雷电从他们口中涌出，袭杀而来，就如同连接成的一张铺天电网，朝着寒战头顶落下。考核结束了，不，才刚开始。我手中抹弦的右手改抹微调，伏羲琴的琴音一下子变得高亢了许多。刹那下，我竟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从铺天盖地的电网攻击下抽身退出，战斗还在继续。龙、碾、磨、挑、扫，不同的指法，不同的琴音交织交错，构成一曲纵横交错的琴音气刃，第一次完全展示在众人面前。与此同时，一并被展示的还有我口中的那个琴曲破阵。巨甲蜥的防御虽然恐怖，但在接连命中3道琴音气刃以后，还是会被无情斩杀。那些以灵活敏捷著称的雷鹰鸟，更是连寒战的身影都捕捉不到。战斗胜利的天平逐渐开始倾斜。5分钟后，我成功完成战斗考核难度3。当听到考核员喊出这句话时，在一旁围观的王绿帽脸一下子绿了起来。刚才说要倒立吃翔的人呢，一天天的竟知道骗吃骗喝，吃不到翔要多从自己找原因。这些年有没有努力想过怎么骗翔吃？看看人家，阴阳怪气的声音越来越多，让王绿帽的脸色更绿了几分。总指挥室内，除了还在疯狂战斗的那哥3，又有2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确切说是在看到我一个后撤躲过那道电网攻击时，他们就站了起来。琴音变了，林金璇依然是那张处变不惊的脸，但是从他扶眼镜的频率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非一样平静。
境是2首琴曲，其中一首应该就是他口中的破阵，而另外一首新琴曲是第一次出现。破阵拥有极强的杀力，能够激射出琴音气刃，而另一琴曲的作用应该是增幅自身。在这曲子响起以后，他的速度比之前至少提升了10倍。林金玄一眼看出了我手法中的猫腻，但这并不能让他轻视对方，相反他的震惊比刚才看到韩战秒杀10只一阶黑芒虫来的还要大得多。老者显然也已经是看出来了什么，才和林金玄一般站起身来。琴曲不止一首，也就意味着他这个器灵的攻击手段不止一种。破阵代表着杀法，不知名的琴曲代表着增幅自身，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琴曲有着其他不一样的效果？这当真只是一个一级器灵，这绝不可能。作为整个大夏站在最高位置上的几人，他们的眼界足以碾压一众灵气师，所以他们才会这样震惊乃至失态。以他们的见识，有这种天赋强度的器灵，至少是 S 级，不 SS 级，甚至是 SSS 级。阿福，你来看一下。老者话音刚落，一个人影从他的影子里走出来。阿福是他的保镖，也是他的管家。他契约的器灵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那就是鉴真，能够鉴别出器灵的品级，堪称人形觉醒时。正因为拥有这个能力，他才能一次次鉴别出伪装成普通人靠近的暗杀者，保护住老者安全。阿福听到老者的话，他点了点头，重新隐去。过了一会，阿福再次回到总指挥室，他却摇了摇头道：“我去检查过了，对方器灵的品级我无法鉴别，无法鉴别。”老者语调略微上扬：“阿福的器灵是 SS 级，如果连他都无法鉴别，那么就只有 SSS 级器灵。但是要怎么解释夏幽薇在觉醒大会上只被觉醒时鉴定为一级天赋呢？或许这个女生的情况和小姐一样，你是说她和林真一样，都是被觉醒时鉴定为一级天赋，而你的天赋又无法鉴别得出相同结论？她之所以能变得强大，是因为那个叫韩战的年轻人和她签订了契约，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老者听到管家阿福的话后，再次沉默下来。他这次特意来深蓝市，目的便是自己的孙女林真只觉醒了一个一级天赋。从家族遗传学角度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阿福也未能鉴别出自己孙女的器灵天赋，明明只是一级天赋，却有着堪比 SSS 级天赋的神秘程度，连 SS 级器灵都无法鉴别真相。老者本来对这件事情一直都束手无策，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灵气师和器灵，不知道有多少，但像自己孙女这样情况的还是第一回。但是现在他又看到了第二个相同情况的器灵，他现在正在考核空间里，强大的让人大跌眼镜。看来是时候找个机会让林真和这个叫韩战的年轻人见一见，或许他有什么办法。对了，当时林真说他从觉醒时那觉醒后的器灵天赋是叫什么名字？管家阿福略有思索，而后开口道：“是一级器灵，神农鼎 SSS 级灵气师加上 SSS 级器灵，在战斗考核中的表现如何？”答案是势如破竹。韩战虽然是第一次和夏幽薇配，但他们两个人的契合度之高，让战斗起来毫无钝感。后面的战斗考核难度虽然逐级增加，我依然一次次战胜，完成考核。越往后难度越大，我也感受到了越重的压力。难度9结束之后，我已经开始大口喘气，汗流浃背，不复之前从容。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再笑话我，更没有一个人敢再说夏幽薇是废物器灵，用绝对的实力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差不多了，已经极限了吧？当年的这套战斗考核，成绩最好的老魏也就到难度9，如果当时再给我多恢复一回，难度10也不是不可以试试。总指挥室内，被点到名字的卫青立马不服气道：“第1、3、4区抢人的战斗看来是打完了。”卫青右眼被揍成了熊猫眼，但是他还站着，另外2个已经被揍趴在那里，正在接受治疗。卫青的话被林金玄直接回怼了回去：“考核可以给，但重组可不会给你2次调整恢复的时间。持久力和消耗战也是战斗考核内容的重中之重。”听到林金玄的话，卫青乖乖闭嘴。论吵架10个他都吵不赢一个林金玄。走吧，我们去见一见这个小家伙，我现在就去把他拖回第1区。等一等，你们看。所有人的动作忽然停下，在林金玄的提醒下，他们抬头看向屏幕。我在经历了9场战斗以后，特别是后面几场的高强度战斗，让我和夏幽薇的体力消耗都是极大。韩战同学，你还要继续进行难度10的挑战吗？考核员开口询问。难度10作为这次战斗挑战的最终关，他将会是一头真正的3阶异兽，你不用击杀击败他，考核只要求你在他手里坚持存活3分钟。他提前将这些信息透露给我，也是看出了我此时状态可能已经到达极限。好心提醒，容我缓缓。我喘着粗气，勉强站稳道：“战斗考核都是连续进行的，每场考核按照规定间隔不能超过5分钟，给我1首歌的时间。”说完，我直接双腿盘坐在地，伏羲琴被他重新平放回腿上，屏气调息，然后抬手扣动琴弦，琴声再起。这一次没有琴音气刃，也没有龙吟增幅，琴声溪水潺潺，珠玉清脆。随着伏羲琴被弹奏，在我身后，一个几乎和他等高的气血开始疯狂转动起来。灵气师和器灵战斗都需要消耗灵能，灵能就存在于空气中，会缓慢汲取恢复。但是现在我身体周围的灵能都被疯狂卷入那道漩涡中，甚至形成了一个数十米的灵能真空地带。我和夏幽薇的灵能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恢复。伏羲琴曲其3清心散，卧槽有挂，还能这么玩？不装了是吧？耐功法能辅助强化，能恢复治疗，还有什么是不会的？这尼玛是个全才器灵啊！逆天器灵。原本已经尘埃落定了的总指挥室内，第2次炸开了锅。第5区负责人直接把叶秋和沈哲奇2个人往旁边一扔，不治了。今天这个叫韩战的年轻人，他必须跟我去第5区，必须！老刘你也来跟我抢人！魏庆恐怖气势再度出现，在他对面的刘敬春根本不为所动。你们这几个莽夫，天天就要拉着灵气师上战场，你们难道不知道他这个器灵天赋，如果放在
在后方，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吗？一个可以汲取灵能治愈伤势的群体恢复类手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把它培养起来，我们的战斗灵气师死亡率将下降至少30%，是30%啊！你们居然想让他上战场去送死？刘敬春的话把他们对得哑口无言。从战略层面上来看，他说的似乎完全没问题，还是交由老师来定夺。林金玄开口打圆场道：寒战只有一个，每个区都抢着要，也不可能真把它劈开来用，究竟哪里更适合？整个总指挥室里，就只有坐在最前的老人有资格决定。大夏的8大战区自成立以来，立下了赫赫战功。第1战区决胜千里，第2战区运筹帷幄，第3战区开疆拓土，第4战区探秘求真，第5战区救死扶伤，第6战区戍守险关，第7战区远渡重洋，第8战区隐于幕后。这8大战区是大夏支柱，为大夏人撑起了天地，在大夏历史上9数为极。关于第9战区的组建，我时常有过构思，但一直无法真正迈出第一步。老者的寥寥几句，让8大战区的负责人们都同恐惧症。真的会有第9战区？老师，难道您打算再收一个学生？他真的能胜任吗？面对这些问题，老者只是挥了挥手，再看看吧，现在不还有2关没过吗？战斗空间考核难度时，满血复活的我正一脸凝重地盯着对面，在那里属于3阶异兽的恐怖气息排山倒海而来。3阶异兽赤焰兽作为一种足足有3米多高的恐怖虫族，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头原始恐龙，浑身燃烧着熊熊火焰。当赤焰兽出现时，普通灵气师最应该做的就是撤离。3阶以上异兽的强度几何式提升，除了训练有素的战斗灵气师，一般人根本无法对付。赤焰兽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身前不远处的寒战喷出火焰，灼热的焰浪所到之处，一切都被焚烧焦黑，空气里的温度直线飙升。赤焰兽一击不中，它的浑身火焰又旺盛了1倍，将战斗空间烧得阵阵扭曲，机遇崩坏。难度时的要求是在它的攻击下存活超过3分钟，这对于身体强化过后的我来说有难度，但并非无法成功。可是当我看着眼前的庞然巨物，嚣张的赤焰兽肆虐，一寸寸毁灭着战斗空间，就像虫族对人类正在做的那样，我突然停了下来。难道身为人类就只能一直逃跑？像这样在夹缝中求生，他怎么不躲了？疯了吧？跑啊！不跑还在等什么？你不可能战胜他的，赶紧躲开呀！我听着围观群众的呼喊声，没有回答，只是在心里问了一声：尤薇，准备好了吗？夏尤薇坚定的声音在我心中响起，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好，那就来吧。我心中有一团火，我叫寒战，战斗的战。我成为一名灵气师，不只是为了活着。杀！我的话不仅是说给自己听的，所有现场的灵气师们，所有通过转播收看的观众们，还有坐在总指挥室里的各大区负责人们，他们都听到了这句话。每个人神态各异，有人莫名其妙，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振聋发聩，有人战意盎然。但寒战就是寒战，就是有这一股执拗劲在。练武先养3分恶气，如今这恶气在胸口，也是不吐不快。我的手再次按在了伏羲琴的琴弦之上。这个时候，战斗空间外，一张白纸被无端吹落，飘到地上，一棵树上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越来越多的异常出现，那都是风，那是许许多多肉眼看不见的风，它们受到了某种感召，从4面8方汇聚，凭空出现又无孔不入的，统统钻入到战斗空间，在里面形成一道贯彻天地的龙卷，刚好将赤炎兽整个笼罩其中，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我的灵能如洪水泻地一般疯狂向外涌出，这并不是一阶可以弹奏的琴曲，但是现在我已经顾不得这些，我的眼耳口鼻不约而同地渗出鲜血，鲜血滴落在琴弦上，那原本汇聚成的龙卷围绕着赤炎兽快速转动起来，很快的就将它包裹全身的火焰尽数卷走吸尽。光秃秃的赤炎兽仿佛被拔了毛的鸡，谁都没有心思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看到我高高抬起的右手重重按在了琴弦上，伏羲琴似乎也因灵能耗尽而发出近乎悲鸣的琴音。紧接着那团快要不受控制的狂风尽数钻入了赤炎兽的体内，清脆的碎裂声响起，赤炎兽的外壳上一道淡绿色的光痕出现，它一下子扩散开来，越裂越多，如同一件破碎的瓷器。下一秒，原本高大的3阶赤炎兽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他做到了，他胜了。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已经彻底麻了，秒杀1阶黑芒虫他们能够接受，击败2阶异兽他们可以认同，但是这可是3阶赤炎兽啊，还能再离谱一点吗？强的也太没有边了吧。这一刻，所有人都记住了寒战这个名字，还有他刚才那好似宣言的自我介绍，我叫寒战，战斗的战。不知道是谁率先鼓掌了，只见越来越多的掌声响起，密密麻麻的掌声在整个考核现场响彻。这掌声是给寒战的，也是给全人类的。被裹挟在人群之中的王绿帽和萧妹这个时候有些尴尬，他们鼓掌吧，总有种在扇自己耳光的感觉。王绿帽看着在战斗空间大放异彩的寒战，牙齿都快要咬碎了。明明这些荣耀，这些光环本可以都是自己的，结果被杀出来的寒战半路截胡。萧妹的脸色也很难看，自己昨天那么卖力，赵虎信誓旦旦保证的那些话，在现在都成了笑话。寒战战斗考核难度10通过，寒战治疗考核难度10通过，一次性宣布了2项考核通过，这算是官方给寒战的特别照顾。听到考核员宣布时，即便已经被震麻了的众人，还是不可避免的又被震了一次。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双项考核难度10通过，这个记录再无第2个人可以打破。我更关心官方会把他派往哪里，这样一个天才级的苗子，恐怕要被抢破头吧？抢不抢破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才刚听到宣布考核通过，自己眼前战斗空间的景象就陡然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片纯白空间，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站在自己对面不远处。快哉风，很不错的名字，我叫林金玄，第2战区负责人，恭喜你，欢迎来到第3个考核空间。林金玄不苟言笑地看着我开口道。与此同时，只见一张泛着淡淡金光的纸从我头顶飘落下来，然后悬停在正前方，纸上只有3道题目。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和你队伍的10名灵气师在郊外突然遭遇100只蟑螂潮虫的袭击，你会怎么做？蟑螂潮虫是1阶异虫，10名灵气师的话，如果战斗分配合理，是可以将这支虫族部队击溃。我略一思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让其余9名灵气师固守抵御，自己独自一人离开，去距离最近的大城。你这个回答让我有些意外。林金玄听到我的回答，并没有第一时间说对或是错，而是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在我家乡有一句老话，当你看到1只蟑螂的时候，可能你的家里已经有100只蟑螂，所以当100只蟑螂潮虫出现，它极有可能只是先头部队，真正的虫群数量早就超过了1000万，甚至上亿。让其他9人坚守，是为了不让虫族知道我已经反应过来，去最近的大城市为了警示和增援，来应对这一大型虫灾。我的思路很清晰。林金璇扶了扶眼镜，点点头。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虫族和人类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我认为虫族会最终胜利，但人类不会失败。一个有趣的回答。林金璇继续问道。第三个问题，你成为灵气师以后，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林金璇的这3个问题给我一种进公司面试的强烈感觉。凭他上一世的社畜直觉，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理想，震一震对方。本着这样的念头，我思考再三也做出了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远处有人抚掌走了过来，那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他虽一头白发，但身体健朗，目光炯炯有神。小子，你可愿拜我为师？我明白能够出现在这里的老者身份地位绝对很高，于是二话不说跪在地上行了一个拜师礼。林金璇见状露出了颇为感慨的笑容。韩战，不，现在应该称呼你小师弟了，你是个聪明人。老师姓李，名书童。有了林金璇的介绍，我再看向站在他前面的李书童，在我为数不多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里，竟然真的有关于这个名字的记忆。李家，整个大夏最强大的家族，100年前3大虫帝联手想要倾覆大夏，连破12道防线，虫族大军势如破竹，大夏生死存于一线。那个时候是李家站了出来，一个叫李书童的人挽大夏之将倾，独闯龙潭，以1敌3杀死3大虫帝，虫族溃败，很难将那个神威将士的猛人和眼前这位面色和善的老人联系到一起。在韩战记忆里，李家在成为大夏第一家族之后，又创办了李氏学堂，从世界筛选天才种子进行培养，为大夏立100年根基。如果说韩战之前说的那句话对自己而言还只是一个口号，那么对李书童而言，他完全配得上这句话，当得起这份殊荣。韩战这边还在胡思乱想，李书童已经大笑着将我扶了起来。你很不错，比他们都要合我的胃口。说话间从口袋里摸出一物，交到了我手中。韩战低头一看，是枚漆黑色的戒指，在戒指的里圈上刻着一个9字。这戒指是用我当年杀死的9阶虫帝骸核打造，一共打造了9枚，内含须弥空间，可以储存东西，算是个小玩物。听到李书童的话时，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的我，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拜师礼，我讶然看着手中不起眼的漆黑戒指，没想到他竟然是用9阶虫帝的骸核打造，这份手柄也就只有李书童一人可以做到。李书童又接着说道，这枚戒指沾染了9阶虫帝气息，在你面对低阶虫族时有不小的震慑作用，但是在面对那些更强大虫族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欲望。如果你担心，平时可以不用佩戴。闻言我二话不说就戴在了手上，经典叛逆实锤，很好。李书童又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这才对嘛，你看看他们这些怂包，给了他们戒指，一个个都不敢戴，全是怂包。好了，闲话不多说，你和那个小姑娘刚完成考核，精力应该消耗不少，走吧，今天高兴，我请你们吃火锅，顺便去见一见你的师兄们。一处大包间内里面围了一圈坐满了人，我和夏幽微2个人有些拘束，像一对新婚夫妇似的，被拉着坐到了李书童的旁边。夏幽微的脸颊红扑扑的，几个大区的负责人都正看着我们露出满意的眼神。小师弟，我是魏庆，第1战区负责人，以后有空可以到我们战区来玩玩。听着魏庆轻描淡写说出的这2个字，我心里冒出一个问号。不过我还是拉着一旁神游天外的夏幽微站起来，端起了手中的茶杯。大师兄，魏庆笑着点了点头，转头取出来一双深红色的拳套，这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你以后跟着老师学习，免不了要修习拳法。这双拳套我用了许久，它上边沾染了都是虫族的血，多的就不说了，各中妙用你拿去自己感受吧。魏庆把拳套丢了过来，刚一入手我就感受到一股毛骨悚然的冲天煞气，仿佛看到了无数虫族尸骨堆积而成的尸山血海。我将拳套收回自己的须弥空间内，那股煞气才稍稍缓解。这个时候，林金璇第2个站了起来。林金璇，第2战区负责人，之前我们已经见过一面了。他说完以后，也拿出了自己准备的见面礼，这是我从成为灵气师以来自己整理总结的一份虫族详解，里面有关于虫族种类、构造、弱点、种群特性、材料价值等等方面的研究，基本囊括了90%以上的虫族种类，你闲暇时可以多看看。谢谢二师兄。我伸手接过了这份见面礼。然后是第3战区负责人叶秋，他送的见面礼是一套深红色的战袍，防御力惊人。第4战区负责人沈哲奇送了一对在遗址中找到的同心玉佩，分别交给我和夏幽微2人。第5战区负责人武师兄刘敬春送了一份提升境界助力灵能吸收的药材大礼包。老6在边关戍守走脱不开，以后有机会你们应该能见到。老7还在海外，短时间见不到。至于老8，随着李书童大嗓门喊了一声奥利，一道人形从透明逐渐显化。第8战区也是最神秘的战区，负责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吴。八师兄吴送给韩战的见面礼是一张字条，上面记录着一个电话号码，遇到危险拨通这个电话，记住只有一次。我听着这连男女性别都分辨不出来的模糊中性声音，慎重地点了点头，将字条收好。到这时，李书童和能见到面的师兄都已经全部见过，韩战也正式加入他们，成为李书童的第9个弟子。就在他们打算开动开始吃火锅时，门外一道不和谐的尖酸刻薄声忽然响起，背着我们出来吃火锅，你也不怕遭报应啊？听到这个声音，夏幽微的脸色一变，随着尖酸刻薄声音响起，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大张旗鼓地走了进来。婶婶，夏幽微连忙站起身来，被她称作婶婶的那个妇女却把手一摆，闭嘴。好啊，夏幽微，你这个白眼狼，平日里吃我家用我家的，结果听说你有点出息，就躲着我们出来吃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夏幽微，你那便宜爸妈死得早，是我们幸好收留了你，如果没有我们，你早就饿死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腾2个位置出来啊！没看见你妹妹还在等着吃火锅吗？这一连串话像是爆芝麻似的，连在座的各大区负责人都没反应过来，场面一片安静。看什么看？你们一定都是男方家亲戚吧？怎么一顿饭就想把我们家幽微给骗走？告诉你们没门，你叫韩战是吧？你现在是火了。
了。但你要知道，你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我们幽微觉醒的气灵。你够了，一直都给人软软糯糯、脾气很好的夏幽微，突然很愤怒的打断道：“说他可以，但是说寒战绝对不行。”夏幽微捏紧了拳头，气势汹汹的盯着自己的婶婶夏燕：“你敢吼我？夏幽微，你可以啊，翅膀硬了，以为自己过了那师资考核就无法无天了是吗？我告诉你，妞妞她舅舅可是第4区的负责人，你敢吼我？你信不信我让你在灵气室里面混不下去？”他话音刚落，在座各位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落到了沈哲奇身上。不是我没有。沈哲奇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夏燕直接打断：“有你什么事？你算哪根葱？”夏燕说着顿了顿，又把目光落在一直没有开口坐在主位的李书同身上。他得意的冷笑一声：“你就是寒战的爷爷吧，老东西。”听到最后这个称呼，所有个大区负责人的嘴都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咽了口水。这真是个狠人啊！3大重帝都不敢这么喊，结果他喊了真的猛士。我今天就把话撂这里了。夏幽微觉醒了气灵，虽然和你家寒战签订了契约，但是还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3金彩礼、房子、车子，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还有这么多年来，夏幽微在我们家吃的住的都得算钱，大概300万吧。这笔钱你们也得给。夏燕一边说着，一边眼睛瞪得老大，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我告诉你们，我家上面有人，妞妞她舅舅是第4战区的，他叔叔是第3战区的，还有一个堂哥是第5战区的。要是敢惹我，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夏燕这话说的敞亮，为了震慑住这么一大家子人，他已经用他那为数不多的脑容量，尽力把自己娘家说的上号的关系全都报了一遍。他说完以后，大刀阔斧的坐了下来，也和该他今天发财。要是平时，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个野丫头，每天赏他一顿饭，还是看在他爹娘死前把所有资产都托付给自己的份上。但是今天妞妞一直吵着要看电视，无奈之下只能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了灵气师考核直播，夏燕的心思立马就活络了起来。这可都是钱啊！夏幽微一下子从死了爹妈的野丫头，摇身一变成了摇钱树。你们要是拿不出来这些钱，我立刻让他和寒战解除契约，再找个金龟婿，岂不美哉？他终于闭嘴了。可是该说的不该说的也都差不多说完了。李书同放下筷子，嘴唇微抿，还愣着干什么？人家都喊我老东西了，还不赶紧打电话？他话音刚落，第3战区叶秋，第4战区沈哲奇，第5战区刘静春都匆忙掏出手机，脸色铁青。为什么是自己战区出了这档子事？在他们心里不约而同闪过这个念头。李书同这时才看向坐在自己正对面，翘着2郎腿的夏燕：“你说你上面有人，但是我上面已经没有人了。”夏燕还没有反应过来李书同说这话的意思，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立马像换了一副嘴脸，春风满面的接听起电话：“喂，孩子他舅啊，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呢？你个死3八，你是想要害死我们一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们2家断绝关系。”夏燕脸上的笑容僵在了那里。很快第2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妞妞叔叔，夏燕你自己找死，别连累我。”电话拉黑了以后不再往来。最后提醒你一句，别惹寒战和夏幽微。紧接着是第3个电话：“夏燕你个老东西，以后别让我看见你，见你一次揍你一次。”接连的3个电话把原本胜券在握的夏燕给打懵了。你们，夏燕突然脸色一白，直接躺倒在地上，然后就大哭起来。大家快来看呀，这个灵气师寒战，他合伙他家里人在欺负我们普通人呀，他们家关系通天，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斗不过，他们要把我往死里逼啊，撒泼打滚耍无赖，3大套路全给他使出来了。可是夏燕在地上扑腾了半天，也没见有一个围观群众走过来。好了，闹剧就赶紧结束吧，火锅里的菜已经烫好了，可以开吃了。李书同挥了挥手，林金璇点点头，然后下一秒夏燕母女2人就被他传送去了万米开外。老师，对不起。夏幽微站在那里，愧疚的把头低下来，因为夏燕是他的婶婶，这场闹剧的出事点在自己身上。李书同夹了一筷子牛肉放进他碗里，同时宽慰道：“幽微啊，这件事情不怪你，你没有了父母，但是你现在还有寒战，有这些师兄们，还有我，以后我们就都是你的家人。正好你们后边有一段时间要跟着我学习，你那个婶婶家就不要再去住了。吃菜，这吃9宫格火锅也是有讲究的。”李书同一边涮着肉一边开口道，丝毫没有被刚才的小插曲影响了心情。最中间的一格是涮菜，涮过即吃，另外4个正方形的大格是主菜，食物需要煮上一会，但不需要太久。角落边上的4个小格是微菜，适合久煮。看得出来李书同对9宫格火锅文化很有研究。我若有所思地盯着眼前的9宫格火锅，突然问道：“老师，那我呢？我是属于涮菜、主菜还是微菜？我不是傻子。”跟在李书同身后的8个学生，如今正分管着8大战区，如今自己成了那第9个学生，要说没有半点意思，他自己都不相信。听到寒战主动提问，李书同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每个人有属于每个人的路，自己的路应该由自己去选择，没有谁可以笃定一个人的未来，包括我也不信。自己的路吗？”我低喃着重复了一遍，若有所思。紧接着我问道：“大师兄，为什么你们的气灵没有跟着你们一起出现？无论是李书同也好，8大战区的8位师兄也好，他们都没有气灵在身边。但是从2师兄林金璇刚刚录的那几手来看，似乎并不普通，这是怎么做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吧。”林金璇接过话茬：“你们俩应该还没有同房吧？想提前看天道兵器的宝子们，可点击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搜索天道兵器，出来的第一个就是